各位好，今天凌晨2点多，我平安到达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出海关后，大概是将近凌晨4点。后来到问询处打听到这个点儿哪个地方坐网约车上下比较方便，于是按建议找到那个地方，打开手机 APP 开始打车。在此过程中，有好几个黑车司机拉客，我一概回绝，觉得还是走网约车平台比较可靠，也建议大家不要坐无证黑车。马上某网约车平台有司机接单，过了几分钟，他的车就开过来了，是广汽的纯电动车埃安。说老实话，我见过这个品牌的英文 logo， 但中文名字是刚才才知道的。司机打开行李箱，给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哇，这个行李箱超大呀！司机已经开足了冷气，坐进去之后，我的德国朋友感觉特别好，他有点儿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这个司机给人的感觉不错，于是我就与他交谈起来，这算是随机交谈，没有任何铺垫，也未设任何话题，讲到哪就录到哪儿，绝对真实。大家可以听听中国草根对于电动汽车、当下中国的生活状态等各方面的看法。你跑晚上更好，对不对？我是跑晚上的，我们这个时间在跑，晚上车资高一点比较好，对不对？价格也稍微高一点，对，另外也不堵车。像你充4电可以开多久？这个车啊，几百公里？这个车就我们这个车续航就460，就充满之后，对，显示就460公里。但是一般开不到，对吧？肯定啊，打个8折吧。8折啊，一般打个8折还算可以的。460 Kilometer， 还是8折？这是广汽的哈？是广汽的。哦，是你自己买的还是？这个我自己的，自己买。新车要多少钱？你买？全部。这个我们早3年差不多吧，那时候买就贵一些。那时候还便宜一点啊，10几万。因为后来的反而是涨价了。哦。我们那时候买大概是算到15万左右。15万。20,000 kilometer，都还可以。那空间挺宽，这个车。是吧？对，空间还可以，特别是那个行李箱，特别空间很大。我前面还放了东西，是吧？啊，对啊。你以为放不下？其实还一个大的还可以放下。Vergleich zum Polestar ist der viel größer. Ja. Finde ich. Auch der Kofferraum ist riesig. Genau. Wow. Kofferraum groß. 20.000 Euro. So ein Auto? Ja. Unglaublich. 他说这车便宜啊，是，性价比比较高。对，按照我们现在说的话 ，Preis-Leistung stimmt. Ja, definitiv. Also sieht super aus. Sogar 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你跑一晚就是不用再充电了吧？基本上都不用啊。因为我们一般都跑一天，大概也是跑个300公里左右嘛。那刚刚差不多够了，对。就算是充电，或者是我们中间休息一下，随便补一下也行，是吧？一般要10分钟就可以充很多了，对吧？10来20分钟，对啊，就可以补到100多公里了嘛。那你跑车的话，其实也跑不了多少。那我想问您一下，你充一次电充满，大概电费要多少？晚上这个时间段充就最便宜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要几十块。反正晚上如果是没电的情况下，跑完好像我的车跑到没电了，再去充的话，晚上从没电充到满就60度电，60度电。但是它充电是按照每度电多少钱这样算的。对，那60度电价格大概就算到晚上平均的价格吧。所有充电每个充电站价格不一样。对，因为它那个服务费不一样。对，平均价格大概是8毛左右，8毛1度，也就是50块钱，40多块钱，50块最多啊，可以跑300公里啊，300多公里是吧？其实也算起来合算啊，2毛钱不用1公里啊，是吧？你白天充就是贵电，贵家电，好像你白天最贵的时候1块多嘛，1块多的话，我算你1块5，你60度电也是90块钱，是吧？对，90块钱，那你也跑上400公里了，是吧？其实算起来，就算电价贵的时候，也不是很贵，是吧？明白了。我有点隐私啊，就是问您啊，就是你这样干1个月总是干晚班吗？是啊。你总是跑晚上对吧？是。那像你这样1个月有多少钱可以问吗？
可以没事。在外国就好像不好意思。对对是的。在中国呢，其实都没关系多多少少就好像。除了成本，你一个月除了电费还有多少钱？还有那个平台的费用。平台费用其实都佣金啊，佣金已经扣完到我们手上了但如果这个单我做好了那个钱就是我的钱了，已经扣完就到我们手上的已经是扣了佣金的。那你一个月能够赚多少钱？那你还要不要算车的成本算上车的成本的话，其实好像现在行情不好的话现在就今年行情不是很好可能就大概就差不多1万块左右就减掉费用。你连买车的费用也减掉了，打上去了反正我的车一个月损耗这种打个3000块左右嘛因为我们车你毕竟我们开个60万50万60万公里要报废嘛那一年算下来也要3万块是吧3万块算下来一个月也要2000块2500块对另外我们自己买个保险又贵车保险算起来一个月差不多1000块那这样算起来车就损耗算车的成本相当于纯利润1万块钱左右差不多了那可以行情不是很好现在因为我觉得1万块钱也可以了那自己费用不过自己费用那种吃饭其他的费用其实你就算不干这个你要出的一样是那个应该不要算上去了是吧对习惯了就不觉得辛苦了对吧跑夜班勉勉强强就是我们白天可以睡觉睡得着家人会吵吗？不会吧？不会都习惯了好主要是我们白天能睡就行如果白天你睡不着的话你其实晚上你也跑不来是吧是的你没精神您干了多少年了这个我干了网约车4年了4年5年了以前租车现在好了现在有这个平台对怎么说呢也好也不好买车的人就懒了你对这个车很满意吗这个电动车都还可以吧续航就感觉没以前好哎呀那个电池肯定有一点损耗对吧手机一样是吧对新手机电池很耐用是吧用的时间长了电池你这车买了3年了差不多行情不好你还能够赚1万块钱不错了有时候也要看运气跑车这一行其实运气占的比较多的你的运气指的是什么就有时候你去到那个地方刚好有人叫车有人打车能够衔接的好对吧停下来就衔接起来那这样的运气就好嘛或者有时候像我们这单也比较好因为比较远对吗是我另外不过我今天在机场也是等了2个多小时不过我这12点多因为我回到这机场附近我就想进来休息一下顺便等一下单因为睡觉是排队的嘛对它机场是排队的跟我们在市区就不一样因为在市区它是随机派单的对你进或者准备就派但是机场的话呢机场排队对排队派单你进来你排多少号然后按照你的号排到你就可以但现在这个点人少吧也有一直有人在机场一直都有人在排队的所以到机场的话你们都不怕找不到车对肯定找得到车的对是的肯定有人在这里排队的因为这边过去现在这个时间过去现在来说可能4点多到40分钟就到了对差不多5点4点半对我们还有富裕时间去高铁还是去其他地方是吧对回老家老家老家是哪里的桂林桂林广西那边对广西对你讲白话是讲咩不太会是吧对因为我们桂林是说桂柳话不是桂林是说桂柳话跟四川话差不多是广西南部才是说那个粤语这边贵港那边就是对属于粤语区对靠近这边靠近广东这边我们是桂林我们是广西北部我们说来宾那边也是基本上粤语都不会听对是来宾也是靠近你们那边差不多是你是广州本地人吗不是我是广东哪里开平知道吗开平我知道呀我知道呀华侨很多我们那边对那边很多华侨的那边很多华侨对去美国恩平开平那边对
很多侨乡，但是国内你一个月能够赚1万块钱也很不错了。很多在国外都没有那么高的那个收入，现在也不好考，是吧？有很多，比如说在委内瑞拉的都回来了，但值得啊，你辛苦你也值得啊，有那个回报在那里。对啊，多劳多得嘛，反正对，才有积极性啊，对吧？是，对，反正我们现在自己买了车，就反而是懒了，以前租车的时候就很勤快。也就是说，你的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了，所以你就懒一点了，对吧？不用那么辛苦了，是吧？不用那么拼了，不用那么辛苦。对，是的。是吧？钱永远赚不完，是吧？你觉得，像比如说你和10年前比起来，现在生活更好，还是10年前更好？肯定是现在好了，是吧？啊。不过这2-3年，都感觉都挺难。就是国际大形势啊，这个疫情原因，对吧？你哪里都是一样。对。没放开以前那样。那时候感觉我们跑车比现在还好跑，你知道为什么吗？竞争没那么大。是吗？因为放开之后，很多人都没事做。对，失业了，都涌进来，都冲进来这一行。是这样。因为毕竟这一行的门槛比较低嘛。是。你有个3年的驾照，然后去考个那个网约车那个资格证然后再去租个车，已经是可以合规了。是这样。那就人多进来。晚上我们跑晚上，相对来说竞争没那么大，没白天竞争大。对。您在国外是在亚洲？没有，我们在德国。德国。对。你带朋友回来是吧？对，他来中国看看。就跟你回来看一下。是啊。德国那边是也挺好的，是吧？怎么说？各有各的好吧。各有各的好。对。你在德国也应该很长时间了，是吧？我在那里1-20年了。在那边。但是德国的电动车没有中国多啊。那是。中国普及啊。是啊。中国的主要是国家那个电网推出来嘛。对。那电桩，你基本上，怎么说呢？好像我美国有朋友，他说我在外面买个车，等一下充电又麻烦。是。自己家里装，去到哪里等一下又没充电的又麻烦。你中国就不一样，到处都有充电桩，是吧？是的。那好像在广州，我们在广州现在这样子大概是你周围5公里大概5公里5公里方圆5公里嘛基本有10个充电站。所以不愁充不上电啊。充电方便嘛。所以它推起来就容易推嘛，是吧？你国家都要那个南方电网，你又基本上都跟着上来做嘛。那不一样的。你在外国，你如果想推那个充电桩，没那么容易推。是吧？中国不一样，就共产党说话搞定了，是吧？全部都要铺每个城市或者每个地方要多少个。对，它都有规划，然后可以执行对吧？那你外国不一样啊，又议会啊，又通过啊，那你别人都不批你搞个毛线是吧？是的。桂林你们那边带你朋友过去看一下桂林山水也好是吧？是啊。旅游你有去过吗？桂林？没有。阳朔去过。阳朔挺好的啊。桂林去过。阳朔比桂林更漂亮。其实现在来说是桂林的以前其实也去过一次，不过就不是去旅游。现在坐高铁去阳朔也很方便啊。也方便。你们到桂林其实坐高铁也不远了，可能是吧？是啊。要不要2个小时？2个半小时。是啊，2个小时。对。你1万块钱1个月用不完啊，对吧？没有什么用不完的是吧？没有什么开支啊，你家庭吧，没有大的开支吧？没有多大的开支现在，所以现在不就懒了吗？像你1个月，不是每1年你能存下多少钱可以问吗？你们家？我们家？你们家有多少份收入？多少份收入就是我跟我老婆嘛。你老婆是干什么的？我老婆是打工的，药店其他东西卖东西的。在台山还是在哪里？在这边。在广州这边啊？在广州。那你们2人一起每年的收入有多少？每年你刚才是12万大概对吧？然后他呢？他也就是几千块嘛，6、7千嘛。那也有7、8万呀。
那应该可以存下，你们两个人至少10万块钱能存得下。之前没什么存钱因为之前2个小孩读书现在刚刚毕业，刚刚今年才毕业，读完大学，2个小孩读大学，那你们也轻松了。他现在毕业出来就轻松嘛，对，是吧？对。那之前都要想着他们费用嘛，是吧？我之前读书，2人17、18万，我觉得可以了。都还可以算了。现在，怎么说，都是现在我说的那句“知足常乐”嘛，是吧？对。你赚多赚少是吧？反正够开支，够费用，有一点剩就算了，是吧？别想太多了，是吧？看来你是对生活还满意啊，对吧？这样，只能这样子嘛，是吧？你要求太多，欲望太多的话，其实也不快乐啊，是吧？你好像别人那些赚多少钱没时间去花，还不是一样？对，也是，是吧？像你跑网约车，遇到各种各样奇怪的人吗？什么人都有。是吗？是吧？最奇怪的你觉得是什么人？你遇到过的？最奇怪的就喝了酒那些人了。然后他的举止很变态啊。那是肯定的，要求又什么就大爷一样嘛，是吧？过度的要求。是啊。好像他打个车，这车就是他的那种你就是司机而已，是吧？那你怎么跟他？没办法，只能够是忍性吞气嘛，是吧？忍气吞声啊。是吧？没办法，是吧？你做这个行业是吧？你选择做这个，你就哄他就可以了，能够让他下车到目的地啊。有那个耐心嘛，是吧？那肯定是这样子，你不可能跟他吵起来，是吧？对。他说就让他说了，是吧？反正完了这个单，我又另一段了，是吧？只是一个过客，是吧？对。你也不要是强求太多嘛，你说。你的普通话讲得很好啊。是吗？经常说，主要是，不过有些也说不准的，我不会说有些。你有些很多词语是新的网络词语啊。是吧？现在讲得多嘛，现在人都这样说。国现在这几年，这10年8年10来年，这发展的还算可以的。就是那个路上就是基建搞得好。基建搞得好你好像那个公路网啊、高铁网啊、对，地铁网啊，这些都铺得挺开。到台山有动车的，对吧？有，到开平都有。到湛江嘛，那个线嘛。对，是。南站走的嘛。要经过中山、小榄这一带，对吧？然后有些那边有站，有些没站。因为它毕竟现在，那个动车现在就，到湛江开通了吗？深茂叫深茂高铁啊。深茂嘛，就深圳到茂名，对，在湛江那边嘛。对。开通了吗？深圳到江门这一段的没通。但是江门到湛江这一段全通了。就是到我们新会啊，然后台山啊，开平啊，下面恩平啊、阳江啊，一路下去都有了。粤西哈。就往粤西跑了。也方便现在。对。现在香港那个香港那个线都可以直通开平了。是吗？是啊。直接在香港那边坐那个高铁就可以到开平了。到开平下车。那很好。高铁网也方便现在。对。好像你朋友可能到中国，可能第一次来中国。他来过以前。是吧？对。他几年前来过，现在又来看看有什么变化。有什么变化是吧？肯定变化大啊！几年都变化都挺大的，6、7年了。有变化。看得出来。我朋友从外国从美国回来7、8年回来一次，他说都变化很大。就找个5、6年回来一次，到现在他说又变化了。对。不过这变化没之前见得多。到这一次2、3年，今年回来，他也有变化，但是没那么大了。对。所以这2年就放缓了一点。对。那大环境都是这样。大环境对。因为这几年大环境都是这样子。全世界都差不多，大环境不好。我们快到3元里了。差不多。中国你都还有点印象吧？应该。有啊。你也经常回来。我经常回来，对啊。回来肯定有。
经常回来。连滴滴的 APP 我都会用啊，就说明我肯定经常回来。经常回来，什么都有。对，手机微信啊，什么都有。是啊，跟国内的人都用微信联系啊。那也是。在外面的话，你如果中国人来联系，基本上都用微信。对，是的。不过外国就WeChat 是吧？对，是的。外国是 WhatsApp， 叫 WhatsApp。不是，你们跟中国联系，是微信，但是你们不叫微信。对，叫 WeChat。你说的对，是的。那美国也是一样啊，它那个版本是。对。是外国的版本嘛？是的，但是这语言都可以切换的。是。只不过是它那个另外一个名字而已。对。那好像中国这个抖音外面就那个 TikTok 一样是吧？不同，不一样。拼多多海外版也有啊。也有是。对。晚上就是不用堵车，直接开就可以了啊，很快，很舒服啊。晚上白天堵车就很烦，弄得。是啊。我的朋友说，他说这个车空间很大。是啊，这个车空间是很大。特别是那个行李箱，他说放得下那么多东西。其实刚才如果还有一个大的，还可以放下因为那个小的可以放进去里面，对，或者让那个竖起来，还可以放。比较深这个行李箱，是。你看我里面都放了东西，是吧？对。这后面的空间也挺大的。后面也可以。对，坐着很宽敞。是啊，就性价比比较高了这个车。是。在广州基本上都是这个车多。现在网约车一般都是这种电动车吗？基本上都是因为现在好像网约车现在我们要办那个车辆的营运证嘛。新能源车才能办得到。只能够是纯电的车。纯电。你油电混合的不行。新办的肯定全部都要纯电的车。所以它肯定是纯电车做。而且现在你不管我们的车，你好像公交车现在都是电动的，已经全部都是了但是有的还不是，就是还那种还没有换下来的旧的，可能没到期的，基本上公交车、出租车，都是纯电的你包括地铁啊那些也是电车是吧？高铁这也是电车。是啊。就眼红你这车啊，太好了。然后我告诉他，我说你充次电大概是人民币不到50块钱，他觉得太便宜了这成本就对于我们跑车来说成本就低嘛，是吧？对，是。你如果油车的话，你跑300公里的话，你现在再省油的车，你要300公里，你也要差不多200块的油钱费用。那我们就50块，对啊，200块，那差很多的了，1/4的价钱啊，对啊。虽然，但是我们就要花个时间去充电咯。这油车就。但充电就是半小时，你休息就可以了，你可以休息一下。这中间你休息或者吃个饭或者吃个宵夜，对，也需要那么多时间，对吧？你半个小时补一下电，只不过早上回去收工的时候就充电，这样子咯。或者你开工之前要充咯。主要是可以，我觉得。电车在中国发展来说还算是可以的。是。毕竟是南方北方可能就难说。天气的原因北方太冷了。天气太冷的时候，那电池的活性也不够。对。所以总体来说，你对这个电动车非常满意啊？就感觉那么比汽油车满意多了，对吧？我自己之前是油车的开油车的。都开了很长时间了，以前没跑车但是都开车都开了很长。我那个一个油车开了10几年后来就是跑车租车跑了电车之后开油车不想开了难开不好开因为这个提速又快提速这跟油车没法比的没得比的，几秒钟就可以起来了。对。就算再差的电车，你有个7、8秒都到100的了。是啊，再差的你，好像我们这个可能也要大概是5、6秒左右吧。100的话，它起油很快，这个提速很快的。但油车开过之后，开油车感觉油车不想去你，它的油门都不走的。而且空气更好，对吧？现在，对健康更好。是。那主要是排放对啊，没有废气对吧？好像我们经常在路上跑的那个车，
全部都是电车，对这排放就少很多了。是啊，那好像以前公交车、出租车那尾气对吧 ？tax 那个是吧？跟出租车、跟公交车，一天到晚都在路上跑，是吧？你说在广州这边空气比以前好？就因为以前那个排放厉害嘛。哦。现在就没那么多嘛。好像全国的人都反映，现在空气比原来好多了。是这样。你们6点多的车是吧？6点的高铁。Departure， siehst du。Mein Gott. Ich will der Kölner Bahnhof angucken und jetzt hier. Ja。这个点的南站我从来没有见过，人那么少，你看没人。没什么人，这个时间对。到广州南了。也有人在这里等啊。好，你可以把行李拿出来，我也可以拍。呀。Ein Koffer。2个箱子，还有1个箱子。我们里面还有东西，还可以放第4个箱子，其实。是。3 Koffer und immer noch Platz。对。再拍拍前面啊。好了，你看他这个车也很漂亮，那个灯。好，谢谢啊。谢谢您呀。很开心，回来。好，拜拜，我给你一个好评啊。还是 D-Mark。OK。广州南，我们来了。